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个我妈当初在伦敦误入英国不法分子窝点，结果阴差阳错把不法分子给吓着了。一个铁岭大妈冒充泰晤河畔黑帮教父的真实故事是这样的：我妈当初呢在伦敦陪我生孩子，在医院产房陪呢，我的产婆就来了，说我们呀赶上了这个英国的生产旺季，就每个人只能有一个陪护，我妈现在就得走。我妈呢光听着医生哇哇说，啥也没听懂。我老公听完呢就很不理解，就跟医生说就咱们英国呀、加拿大呀，就咱们这些人就不要提什么生产旺季了，就咱们这点人口，一茬不接一茬，4楼升起一个，2楼走一沓，还好意思管自己叫生产旺季？你叫生产旺季的话，印度的产房叫啥呀？甩子秒杀呀！再说我这个丈母娘她不会说英语，你现在给她撵走了，她上哪去？但他们就非说不行，这生产旺季必须得走一个，就硬给我妈撵走了。但我当时要生了，我妈怕我上火，说没事姑娘，没事不用垫着，妈有钱，妈在这附近找一个这个高端招待所住一住，孩子要出来的时候你告诉我啊，我回来。然后呢他就走了。但实际上呢他是不可能舍得花那个钱的。我妈就大半夜在这个大不列颠的街头游荡，然后咱们的妈妈呢对国外的这个街头一无所知，根本就不知道哪个街区看起来就很危险。同时呢国内的治安比较好，她习惯了，压根就没往那上想。大半夜的走到了一个英国街头小混混二道贩子的聚集地，一个小酒吧。就那地方我平时都不敢抹边，我妈咔家进去了。这个地方我怎么跟你形容呢？这是一个伦敦不法分子的接头点，这里所有的人都带着一条大金链子，只有我妈带了俩。这里混得好的人能镶一颗金牙，只有我妈门牙东边全是。就是他们的时尚品味其实很像。这里的每个人呢都在抽着烟，就焦灼的等待，有的人在等待一批就是盗窃的手机，有的人在等一批假包假表，各有各的路子。这时候一个新面孔大模大样进来了，人就很好奇说你来等什么呀？我妈呢居然就听懂了他们的问题，并且非常沉着淡定的回答啊，我呢等一个孩子。这事儿瞬间就传开了。来个玩的大的，谁呀？就那边那个拿扎啤杯吹热水的女的。你说咱们倒腾个手链子，吓得手指抖，没想到人家玩的是人口。我妈呢还拎了一个板板正正的小皮包，人家都在估算一个孩子对等的现金量，其实里边是盒饭装的鸡蛋酱。几个小时之后，我老公去找我妈，找着地方给我老公吓坏了，平时这地方他也不敢去啊，他以为我妈在里头不得受欺负，结果进去之后发现我妈简直就是那里的教父啊。我老公回来跟我学，你妈就拿着个啤酒杯坐在一群黑人兄弟之间，面不改色，巴巴还给人上课呢。你让我告诉你，都少喝点凉的，我告诉你，到老了病都来找你，不是我说。剩下这一屋人谁也听不懂他说啥，但都离他好几米，敬畏。你妈突然一伸懒腰，人家偷摸都掏枪了。然后我妈这位铁岭教父就被我老公带回了医院。我妈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还跟我说呢，这外国人太能喝凉的，太能吃凉的。结果到了医院呢，发现我老公给我准备的零食也是冰镇的凉西瓜，给我妈气的直蹦，就教育我老公，哎呀，西瓜性寒，凉西瓜大寒，产妇性温，应该远离性寒的。我老公说我刚给你从犯罪窝点给你解救回来，这就教育我说的啥呀？啥也没听懂。西瓜姓西，产妇姓张，谁姓妈你姓韩呢？张大铁现在去不成加拿大，全赖温迪。我老公2个月之前不是找到了他加拿大失散多年的亲生父亲，和他的对话呢牵扯出来很多我们不知道的故事，所以我们最近呢就在办这个去加拿大的手续，准备见一下他的亲生父亲。我和张大铁呢作为中国公民去加拿大需要办签证，我们要办的这个叫探亲签证，需要你去探的这个加拿大亲戚给你签署一个文件做担保。我们当时趁着温迪还在的时候就把这个文件给他打出来了，让他签。温迪不是今天因为这个事儿给忘了，要不然就明天有啥事给耽误了，一直没签。他都回加拿大了，我跟大胖媳妇发现他到走都没签，大胖媳妇就给他妈打电话要现场视频看着他签，逼得温迪终于说实话了。他说我不想签，我害怕。你看我作为探亲签证的担保人，我这个担保书啊，前面倒没啥问题，我温迪啥啥啥，出生哪年哪天，住在哪个街区，工作在哪儿，这重要信息都给他列清楚了。但最后一句话是我邀请谁谁谁和谁谁谁来加拿大，并承诺在此期间，我担保对象在加拿大产生的所有消费都由我来承担，有问题全找担保人。I don't feel comfortable to 担保你和张大铁在加拿大的所有开销。你们花钱大手大脚的，万一来加拿大你一咬牙买个房，你走了，我在这给你还房贷，你一咬牙全咬我身上了。我同事就给人担保过出过事儿。我说温迪，你讲讲良心，你来中国探亲前我可给你签过字儿。温迪说对呀，但你也真承担我所有开销了呀。但是你放心，我不是不签，我只是要把风险转移给我老公布莱恩。我跟他聊完了，他挣的比我多，他担保，这2天我给你办完。布莱恩好说话，说我担保，说我就银行卡里2000多刀了，牙我都没有了，你爱咋咋地。然而2天后，温迪的律师告诉他办不了，因为在法律上布莱恩跟大胖媳妇没有关系，跟我跟张大铁就更没有关系，没法担保。我说啊，他俩不是继父继子的关系吗？温迪说这事儿确实我整岔。当年布莱恩跟我结婚的时候吧，Jamie 才4岁，我律师当时就跟我说，布莱恩要对我儿子进行一个正式的领养的合法手续，需要花30多刀了。我当时寻思婚都结
了，他还能不养吗？我花那钱干啥呢？就没办。所以里外里呢，布莱恩和大胖媳妇只是住在同一屋檐下生活了10几年的2个邻居。温迪说，所以这个事儿咱现在想我给他办成，就只能这样了。我寻思那他就赶紧签呗。温迪说，只能让布莱恩抓紧时间领养大胖媳妇。布莱恩也懵了，说行，那我就领养。我总公司老板前年跟他媳妇从亚洲领养一个小孩。抱回来的时候12斤，那家跟所有人显摆，他嘚瑟啥呀？我现在也从亚洲领养一个220斤，刚过完40岁生日，头发都白了。我白发人领白发人，白发人领白发人。然后一打听，成年以后的领养流程十分罕见，手续需要好几年。布莱恩跟大胖媳妇说，你抓点紧被我领养，别等我走了还没领着你呢。我责任感挺强，那到时候只能领着你走了。大胖媳妇也挺不解，跟我说，我本来想去加拿大认亲爹，结果还得先认后爹。你说我这个命，没有爹的时候吧，一个都没有；一来爹吧，赶一块堆来了。我2024命里犯爹。这龙年跌跌撞撞，跌跌撞撞。我就寻思，我还不想去别人家住呢，睡也睡不好，醒来就腰酸背痛，不像俺家有顾家撑腰床垫，不愧是杭州亚运会官方床垫供应商，这双重撑腰结构加倍撑腰，啥体型都能睡，天然好眠超舒服，晚上睡好了，醒来才有劲面对俺家这风风雨雨。最后温迪把字签了，签完跟我说，彩玲啊，这个事儿呢，它就是一个法律上的流程，反正这个字儿呢，我暂且是签了，但是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，你别出去跟人说啊。我说放心吧，我能跟别人说吗？你俩签字了，但是咱谁也不跟谁说啊。谁不跟谁说啊？很多人都问我啊，就你老公这汉语一般呢，你不着急吗？我想说实话哈，我其实真的没有那么着急，因为吧，他只要能听懂一点，说明白一点，他就总跟俺家人争论。我其实反倒脑袋更大，其中最多的唇枪舌战呢，都发生在我老公和我奶之间。比如那回我爷我奶电饭锅内胆不被刮花了吗？我老公给他买的新的，让他俩换，我爷我奶坚决不换。最后我老公一气之下玩假摔，一屁股坐我奶电饭锅里头去了，给我奶电饭锅坐瓢了，扣不上了。最后没办法换的新，谁都不吱声。但是不是所有问题都是可以用一个大屁墩就能解决得了的呀？你说咱有时候跟老人在一起，就有一些道理咱自己都掰扯不明白，你更何况那些从来都没听过他这些理论的外国人，而且很多外国人还都比较较真儿，完这假是个问呢。你比如说以前我跟你讨论过这个盗梦妖风的问题，就是说在咱们妈妈、姥姥、奶奶心中，门风、地风、穿堂风，风风索命，暖风、热风、空调风，风风作病，对吧？在他们心中，从酷暑到严寒，这个偌大的地球只剩致命的对流。但是我老公从小呢，他听到的理论呢是发烧了开窗吹风，拉稀了开窗吹风，生孩子开窗吹风，中风了开窗吹风。他们的理论是反的，打开天窗迎春风，治愈多舛小人生。我记得那年盛夏，我老公是为了凉快，特意找这个对流风，跑到客厅地上睡觉去了。结果我奶半夜起来3回，给他关窗户，给他盖被，每次他都是大汗淋漓，硬给憋醒的。我老公刚开始以为这房子闹鬼呢，完第二天我老公就质问我奶，就这么热的天，你为什么要怕风？我奶说邪风侵体，一吹就进去。我老公就问他，就是那按照你的观点，你说人体的皮肤是口罩布做的吗？怎么风一吹就能进去？我奶说的，那皮那玩意儿可不啥都能进去，你以为你自己咋回事呢？我老公说，那要是按照这个理论的话，你要上男澡堂泡会澡，那回家以后你血液里头都是别人的村呗，不是别人的村呗。他俩最激烈的一战还是关于孩子穿开裆裤的问题。俺家在澳大从小不是穿尿不湿吗？我奶看着了不让，把俺家孩子裤裆剪个大窟窿，完还勾个花边，完把俺家就是尿不湿都藏起来了，就要穿开裆裤，怕孩子捂屁股。完我老公就灵魂发问了，你不是怕风吗？就我晚上在你家客厅睡觉，你那个门底下那个地缝你都得用毛巾给堵上，说怕有地风。那孩子裤裆剪这么大窟窿，你怎么怕进风了呢？完我奶就跟他辩上了，就说风啊，怕虚不怕实，怕歪不怕直。你孩子开裆裤这个风就没事，你晚上睡觉那地风就作病。我当时说实话我都不知道咋翻译，你能想象到不？就他这个话就翻译成英文以后，没有哪个外国人能理解他啥意思。完我老公就一直追问呢，就他哪知道这风的虚实外直啊？那封建开裆裤之前，他给化验了。我奶奶说到底对这尿不湿呢，就是第一嫌它不透气儿，第二觉得他一天吸不了多少水，它不干爽。我老公就不能控制的用人类现代技术向我奶展示了一下，其实尿不湿早已攻克了这些难题。当然了，你得选好品牌，给你展示一下我给俺家二宝准备的邦宝适泡泡纸尿裤的功力啊！你看，即使是你领孩子出门，就现在天挺热的，它透气性就特别好，不用担心捂住疹子。再一个，你看啊，人家做的确实是薄。咱们女生每个月其实都有亲身体会，越厚的越不舒服，越薄的越轻便。你看，薄到轻松穿越，流畅顺滑，那是你的小心心，为了宝宝的小屁屁，请相信它为你排油加透气。哎，你们谁能指点我一下？
就以后面对我奶这种就临界于经验学与玄学之间的这种理论，我应该怎么给外国人翻译？